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死亡猎斗》。开场呢可以选择4个人物，很明显我会选谁呀？大家注意，这款游戏呢还有物理引擎啊。这个角色叫做秦乃，曾经在某一期的电软里被评为格斗游戏的10大女神之一。咱们打的第一个角色是主人公，叫做翔。大家想一下，名字里有翔的男人啊，不对，名字只叫翔的男人，这得多狠啊！还有一个升龙，这是90年代啊男主的必备技能，升龙波动。秦乃的招式方面呢，有一个手里剑是飞行道具，另外呢还有一个升龙脚，再加上一个突进技。招式方面还是比较全的。使用方面呢，后续前拳是飞行道具，后续前脚是升龙，下后拳是突进。游戏呢4个攻击键：轻拳、轻脚、重拳和重脚。但是秦乃的升龙有一个弱点，就是它落地太慢了，被打的人会先落地啊，这样其实还是有点危险。我用的都是轻脚的升龙，落地仍然很慢。那它比较好用的技能呢是重拳，攻击距离比较远，牵制性很强，攻击力呢也不低。看第二个角色，打的是4个主人公之一的沃特兹，沉默的王者。游戏呢是有美版和日版区分的。那美版的话呢，开场是没有各个角色的评价这句的，相当于他们的人设了。另外呢，角色之间也没有对话。那其实我现在玩的日版呢，对话的部分我也给剪掉了，包括游戏读条的时候，大概会黑屏个3-5秒，也给大家剪掉了。游戏呢，在每打完一个角色之后，会进入回放的阶段。那这个回放呢，也给大家剪掉了，剪掉了读条，剪掉了对话，剪掉了回放，这样就相当于啊，把游戏的通关时长缩短了10%以上。早年的游戏呢，这些方面还是比较拖沓的。大家注意，游戏是有战损的，一旦血量低于1半左右啊，这些角色都会泪流满面啊。但其实呢，我不大喜欢这种设定吧。战损想做可以，不要做这种流血的状态。你学一学拳皇94、95，在打女性格斗队的时候，或者龙虎之拳的时候，或者呢古罗马决斗的时候，它在衣服上啊显示战损的状态啊，这样就合理多了，对吧？第3个角色打的是主人公团队之一的扎吉。这个角色呀，他基本上就是把主人公换了个贴图。他和主人公翔之间的关系呢，相当于街头霸王系列的龙和肯吧。这个升龙脚判定还是很强的，另外这个腿啊是真直啊。那格斗游戏嘛，玩女性角色的时候，这个腿法很重要，因为我就喜欢玩腿啊。随着游戏的进行呢，咱们的招式啊也是会升级的，这个贴图会发生一定的变化，但我感觉效果还是那样。这里的场地看起来有一点像悠悠白书的暗黑武术会啊，那血不多了，防御不住了，
秦乃扔手里剑的这一下，感觉太用力了。好的，咱们开始爬塔了。那在塔底守门的这个角色叫做豆先生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啊。这个剧情呢，设定在未来的世界，2151年，战争呢摧毁了整个星球。我的天，2151年就摧毁了。我还想2262年过2个春节呢，看起来是没戏了。那在战争之后呢，有一个叫做贾德的，建造了一座高塔来展示他的力量，这样所有人呢都想击败他。主人公4人呢，就是挑战者里边的佼佼者吧，因为其他的挑战者呢，可能上塔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剧情很简单啊，像是一个末世的题材，强者生存吧，让我想起了北斗神拳，有一点像。对面的这些角色开场是不能选的，但是可以通过秘籍来进行选取。不过敌方这些呢，只有一个是女性角色呀，而且呢，防御力啊要比秦乃低。我为什么说防御力低呢？因为格斗游戏嘛，穿的越少啊，防御越高。所以那个角色呢，咱们就不考虑了啊，穿的有点多。另外呢，也没有物理引擎。进塔之后的角色道夫，道夫的出场很特别啊。这个货啊，手里拿着一个火箭筒，还拿着一把匕首。咱们是格斗游戏，为什么你会拿着武器呢？啊，好吧，我也拿着呢。那就算了，那就算了。我看他好像吃这个套路。虽然呢，咱们的飞行道具还有升龙角都需要蓄力，但是这个蓄力时间还是比较短的。第一局打完，游戏的难度呢，我感觉不太高。很多小伙伴可能感觉这个游戏相当的冷门了。它推出时间呢是1993年，大家想一下，大概是和红白机平台的《忍者神龟格斗》几乎是一个时期的。而且最关键的，当年咱们很少能够见到超任的实体机啊，更别说玩它的游戏了。当年看电软啊，知道有这样的主机，但是销售的价格非常的贵啊。那个时候一个家庭一个月收入才几百块啊。好的，这里是对面的一个女性角色啊，叫做水野丽。这名字有点美少女战士的感觉，但是看她的穿着呢，还有格斗流派啊，让我想起了格斗之王系列的藤堂香澄。应该说藤堂香澄这个角色其实是来自于龙虎之拳，因为他的父亲藤堂龙白，咱们是在龙虎之拳里面最先打到的。那他参加格斗大会呢，就是为了找他的父亲。他有一个护身技，好像还有飞行道具。我的必杀技啊，看起来已经经过强化了。升龙的时候呢，脚上已经有了光，所以说要相信光啊。
下一个对手，一看就是力量型的，叫做加杰特，还戴着面具啊！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站姿啊，还有打斗的动作，让我想起了墨西哥摔跤。哦，这记升龙比较狠啊！但是呢，看起来这个升龙也有弱点，就是动作幅度真的太大了。另外呢，这款游戏感觉没什么连续技，都是格斗游戏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，可以靠节奏进行压制，或者对面跳起来，你把它打下来之后，落地之前你来一发波动拳之类的，飞行道具之类的。我的重拳真的是中距离的神技啊！这升龙用的有点莽了，打一下，猴子偷桃啊！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忍者，叫做紫狼。紫狼，想起了紫朗，不是假发。大家少看银魂啊，对节操不利。主动跳的话，一般都会被对面打下来。这个 AI 还是不错。对空的意识很强，相杀了一下。升龙，虽然他拿着一把太刀啊，但感觉手还是有点短。我拿着虽然是短兵器啊，但是拳的攻击力比他长多了。我的飞行道具啊也变了，这个攻击力我感觉没有加强，只是贴图换了吧。刚刚我想用升龙啊，但是蓄力时间不够了。快要进入 BOSS 战的部分了，下一个打的是凯斯，这算是小 BOSS 了。剪刀手爱德华呀，这两个手真的是铁腕啊！攻击力好像比我高啊！小心一点啊！我2/3的血都没有了。中距离压制啊！他竟然用了一个突进技。第2局，哦，这个升龙，我的升龙真的加强了不少啊，看起来，只是看起来啊。哦，他这个突进技是多段的，回去之后呢，感觉也很安全啊，拉开不少的距离，而且呢，对面还会发电，发电这招啊，让我想起了忍者神龟格斗的重置版里边的史莱德3气的大招，差不多吧，形态上。刚刚我用了一个格斗游戏比较常见的套路啊，就是一个突进之后一个升龙。最终 BOSS 加德，
它会向空中发射飞行道具。哇，攻击力好高啊！然后会空中的下降攻击。差点输了呀，就给我留这么点血。毕竟是最终 BOSS 啊，攻击的频次很高，感觉招式的判定也比较强。飞行道具呢出手很快。刚刚那记重拳啊，出的有点早了。哇，这也太顺利了吧！这就完事儿了。那好，咱们通关了啊，可以看一下通关的画面。其实呢，从16位主机的角度来讲，游戏的素质还可以吧。毕竟出品于1993年，年代比较早了。打击感呢和招式方面也中规中矩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超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死亡猎斗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